朋友们，在遭遇巨大的痛苦和逆境后，该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静下来，从中走出呢？其实人心的运行呢，跟物质的运行是很像的。我们知道物质的运行它会沿着一个轨迹，那物质的运行为什么要沿着一个轨迹呢？因为物质有质量，所以它会有运动的惯性。我们的心虽然没有质量，但是心的运行跟物质的运行存在着同样的规律，它也会有一定的惯性。物质的运行我们会知道，它是有阻力的，无论它动得多快，只要你不再给它加力量，它早晚都会停下来。心的运行其实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很难轻易走出来的原因。举个例子，就拿感情来说吧，因为感情很容易就能挑动我们的心，而且相对来说大家也都比较熟悉。比如你喜欢一个人呢，但是呢他却欺骗了你，这时候就算你选择了分手，相信在短时间内呢，大部分人是无法从被欺骗的痛苦和愤怒中解脱出来的。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首先我们还是要接纳这个事实。你看，现在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并且已经分手了，不是吗？那么被欺骗这件事，其实从我们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，因为对方已经无法再继续欺骗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其次呢，看见正在折磨自己的负面情绪，全然的允许和接纳它们此刻在你体内流动，痛苦就痛苦，我允许，然后再继续保持中立的去观察藏在这些情绪背后的所有评判，去观察头脑里的每一个对这件事、对这个人的负面想法。什么是保持中立？就是不去评判你的想法。比如你正在不断地认为他是一个禽兽，他是一个伪君子，他是一个王八蛋，他对不起你，他不应该对你这样等等。你甚至还会发现，其中可能还夹杂了很多你对自己的否定和负面评价。但是没关系，你通通的允许，评判就评判吧，我允许，就算暂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。那你就接纳你当下的不接纳，总有可以被你接纳的，不是吗？相信我，你总能通过允许和接纳一些当下的已发生，来给自己找到一个头脑以外的暂时安静的空间。只要你有了这样一个空间，你的意识就能重新再次的降临，你的思维就这样被你超越了。超越思维的那一刻，就是你从那个痛苦之身解脱的那一刻。所以站在意识的层面，此刻的你最合理的反应，就应该是由于我和他的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所以我坦然地接受我们无法在一起继续走下去的这个事实，并且我为过去那个不知道真相的我曾经享受过的美好而心存感恩。接下来你自然就会带着觉知做出你自己要做的选择，到时候不管是从此远离这个人也好，再或者你选择原谅他也好，不管怎样，这些通通都是你自己自主的在自由意识之下的选择，并且也只有你自己有资格做出这个选择。届时你就会发现，你不再被你的执念和痛苦情绪所驱使和支配了，因为你重新拥有了对当下的解释权，你不再需要去被迫的接受和认同你在惯性之下的自动化思维反应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在真实的世界里呢，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反应。绝大多数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境呢，都会陷入到长久的伤心、愤怒、痛苦和抑郁之中。那为什么又会这样呢？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，心是有惯性的。你痛苦说明你心动了，已经开始运行了，它运行了就有一定的速度，那它就还会延续，很正常，没有必要对它烦恼。
但是它会不会停下来呢？它早晚会停下来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你会不会下意识地再给它施加力量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几天讲过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过河，刚好碰上雨季，河水把桥给漫了。这时候河边有个姑娘正要过河，但是看水漫过了桥，有点不敢过。于是老和尚就说：“我背你过河吧。”紧接着他便背起姑娘就过了河，而小和尚呢，则跟在后面一直嘟囔：“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为什么师父还要背女孩过河呢？”他一直想这个问题，怎么也想不通。直到晚上快睡觉了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师父：“师父，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为什么你在白天还背姑娘过河呢？你没考虑过这么敏感的话题吗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是背姑娘过了河，但过河后我就放下了。可你现在还背着呢，发现没有？”这个小和尚他不断地在给自己施加力量，所以他虽然没有把姑娘背起来，但是他却从来就没放下过，所以心里难受很正常。因为心静不下来，总会有不适应。你的心运行是有惯性的，基于这个惯性，所以它需要时间慢慢停下来。所以现在没停下来很正常。但是如果你总是给它加油加码的话，那它停下来就会慢一些。如果说你能够早点接受这个结果，早点淡化它，不要去纠结，让心想开一些，就能够平静得快一点。当然，肯定有人会说，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所以我们肯定还需要一些小的方法来应对，比如转移注意力。我们的执着呢，往往是以注意力的方式来体现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减轻痛苦呢？比如把注意力专注在当下的每一件事情上。当然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虽然我们只能活在当下，但是我们的头脑却喜欢深陷在过去和未来，所以我们本来就很脆弱的定力，很容易就会被一些生活情境转化为头脑的思维活动，于是呢，才会做出那些非常反常、非常疯狂、非常奇怪的反应。还拿我们这个例子来说，既然已经分手了，那他也就没有机会再继续欺骗你了。可是你还是会觉得痛苦和愤怒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答案就是你不停地认同于自己大脑的思考，不停地在给这件事施加力量，让自己陷入了欺骗、背叛等等这些概念所带来的时间里。这时候，你就一定会觉得之前的自己既可怜又可悲。你看，这就是陷入在过去。同时呢，你还会幻想和担心未来的那个自己会不会再次被欺骗。你看，这就是迷失在了未来。如果你让自己从头脑的思绪中片刻的安静下来，不再去给这件事加码，你就会意识到，曾经你对欺骗一无所知的那2年，当时那个并不知道真相的你，难道不是过得很幸福、很快乐吗？事实上，知道真相的是现在，是此时此刻的你，和过去那个快乐幸福的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同理，和未来的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让你现在痛苦愤怒的真相，其实就是现在的你不好好安住在现在，还是非要随着头脑里的那些概念回到过去，非要跑回去，把曾经那个快乐开心的自己给否定掉。这不是造作又是什么呢？你的思维硬拉着你这么做，很遗憾你又认同了它，所以你马上就失去了当家的意识，成为了一个痛苦的肉人。甚至可以说，你失去了自己，失去了自由，把自己放荡在了思维的垃圾世界里。你的痛苦就来自于此刻的自己正在评判过去和未来的你，
可在我看来，过去的那个你其实并不痛苦，而未来的你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，则取决于当下的你正在怎么做。时刻记住，你的生命只在此刻当下，千万别把它错付给你脑袋里的那些胡思乱想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